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二建文植先生所著的《整理超过1万户家庭的专家教您轻松断舍离》这本书。根据本书作者的说法，我们在整理时，绝对首先必须丢弃的东西，就是对整理本身的焦虑和烦恼。许多人因为曾经有过整理中途放弃的经历，可能会担心这次自己还是做不到整理。但本书指出，只要一点一点坚持，虽然可能花点时间，但整理一定能完成。大家之前做不到整理，只是因为不知道正确的方法，所以不用责怪自己，也无需担心自己做不到。看完今天的视频后，大家就能抛开对整理的焦虑和烦恼，更轻松地断舍离。只要没有了不安，丢东西其实非常简单。接下来，我要介绍10个实用的方法，帮大家动手丢掉整理时的各种不安。第一个方法是戴上手套工作。其实，只要戴上手套，就能一下子丢掉很多东西，比如纸箱、书籍、杂志这些纸类。如果用裸手处理，很容易被纸割伤，割伤会很痛，还得贴创可贴，立马就没了干劲。地上的衣服也会沾满灰尘和污渍，看到就觉得恶心，干劲会被削弱。所以戴上手套后，能有力地把垃圾往袋子里扔，这是个大诀窍。此外，丢弃东西时戴手套，但收纳时则摘掉手套，用裸手整理更好。因为要丢的东西适合戴手套快速处理，收纳的是要继续珍惜的东西，应该用心细致地对待。只要意识到丢弃戴手套，收纳用裸手，整理效率就会大大提升。这方法非常简单，也能快速高效地推进断舍离，大家一定要试试。第二个方法是，不要把垃圾直接放进垃圾箱，而是先扔到地上。丢东西时，一定不要分心做其他事情。我们的脑子越专注于一件事，注意力就越集中，效率也会大幅提升。相反，如果分心，大脑会变得疲惫，注意力难以集中。丢东西实际上就是判断要不要丢，这个过程消耗大量脑力，尤其是前额叶区域。简单说就是脑子会累，所以断舍离时一定要专注于丢，不要做其他事。为此，建议试试把不需要的文件直接往地上扔，不要马上放进垃圾袋。当然，易碎品不适合用这个方法，但无用的文件可以尽量丢地上，这是非常棒的技巧，请一定试试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个方法是断舍离时绝对不要离开现场的诀窍。假设大家某个假日下定决心要整理这张桌子上的东西，那么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决定在这一个地方，也就是桌面上的东西全部丢弃完之前，一步都不离开。这同样是为了避免大脑消耗精力在丢弃以外的事情上，节省脑力。如果你一边丢桌上的东西，一边走去整理其他地方，然后又回来整理桌面，这样来回走动会让你分心，脑力逐渐被消耗殆尽。另外，把桌上的东西搬到别处也是浪费精力。正确的方法是像之前处理文件那样，坐在桌子前，把东西不断往地上丢。对于易碎物品等不能丢地上的，可以放入开口大的垃圾袋中。请先专注于丢弃，不要想着整理或把需要的东西移到别处，因为边丢边整理会分散注意力，降低效率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做过于极端，但要真正决心断舍离，就必须全力以赴，彻底执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是容易分心，没法长时间待在同一地方的人，建议用定时器分段计时。据说人类专注于一处的时间一般最多是15分钟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15分钟可能有点难，可以分成5分钟一段，每段时间内绝对不离开现场，专心丢桌上的东西。推荐使用只有计时功能的定时器。很多人边整理边玩手机，手机是最容易夺走集中力的东西。如果想认真整理，就暂时关机，放一边，利用厨房定时器计时，
可以帮助你不被手机干扰，专心处理眼前的整理工作。第4个方法是丢弃收纳用品本身。实际上，研究发现，仅仅丢弃收纳箱、空罐、置物架等收纳容器，就能显著提高丢弃的速度。那些在断舍离开始前就买了很多收纳用品的人，实际上是在拖延丢弃的行为。明明应该丢掉东西，却因为害怕丢弃而不敢直接处理，只好暂时用收纳箱把东西藏起来，假装自己已经整理好了。所以，丢弃收纳用品就是逼自己面对箱子里真正的东西，减少物品。丢弃这些容器能同时消除你推迟断舍离的罪恶感，对能否整理好的焦虑，以及不舍得丢弃的执念。你家里是不是有些角落堆满了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甚至害怕打开的纸箱？那里面装的就是你逃避断舍离的罪恶感。这种负面情绪虽然好像忘了，但大脑其实会模糊记得，长期存在会消耗大脑资源，使你疲惫，导致断舍离难以进行。因此，丢弃这些收纳容器不仅是物品的处理，更是清理你内心负面情绪的重要步骤。实际上，丢弃容器会让你对物品产生放弃的心态，这对整理是很有帮助的。丢掉容器后，你必须面对里面的东西，强迫自己处理之前回避的大量物品。所以，整理能力不强的人，首先必须意识到丢弃收纳容器的重要性。反过来说，断舍离时千万不要买新的收纳用品，否则你只是在拖延整理。第5个方法是用照片或视频记录你的房间。人类的适应能力非常强，无论住在哪里都会习惯环境。你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垃圾屋的报道，会觉得怎么能住那样的地方？但实际上，住在垃圾屋的人自己并不觉得有问题。我们的适应力让我们习惯凌乱的环境，不觉得异常，即使没那么糟糕。很多人其实生活在让别人看了会觉得这怎么住人的环境里。为了打破这种脑袋里的习惯麻痹，客观看待自己房间的状况，拍照片或录像是个好办法。尤其推荐让朋友帮你拍摄你生活的空间，比如你家门口堆了很多大纸箱，每次进门都要绕过它们。你已经习惯了这些箱子，觉得没什么特别，但对没住在你家的人来说，那些箱子很怪异，会觉得这人到底在干什么，可能会很好奇地拍下来。当你自己回看这些录像时，才会真正意识到我到底在干什么，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新的认识。通过这样客观地了解自己房间的状况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这种方法有点强硬，但为了提高整理的动力，给予强烈的刺激是很必要的。那么接下来介绍第6个方法，整理柜子类收纳时，从中段开始作业。家里有高于180厘米的柜子，必须站着整理的时候，站立作业会很累，身体疲劳后容易觉得麻烦，丧失干劲，中途想放弃。为了避免站着整理时动力降低，建议从柜子的中段开始整理。这里的中段指的是大约腰部高度的位置，因为这个位置是站着时最不费体力的作业区。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是从最上层开始往下整理，但是作者说这是最不该做的事情，尤其是一边踮脚一边抬头作业更是绝对禁止的，因为这样容易有东西从上面掉下来，非常危险，而且抬头作业会非常消耗体力。此外，肩膀和脖子容易僵硬，甚至会影响到第2天。这样一来，可能连继续整理都成问题了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这绝对不行。还有一种常见错误是把最上层的抽屉整个拿下来放到地上整理。虽然这样不用一直抬头看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问题，但其实这种低头地上整理对身体也是很大的负担，因为脖子一直低着，容易导致直颈症、颈椎问题，并且一层层把东西从上面拿下来放到地上整理，再放回去，这样反复的动作会频繁中断作业，每次都会分散注意力，所以这也是不推荐的方法。换句话说，应该把中断空间当作作业台使用，这样就不用强迫身体运动，
也不会对颈部和肩膀造成负担，能够长时间集中整理。如果因为柜子结构不能打开中段，或者根本没有中段而是双开门的情况，也可以考虑搬来别处腰部高度的家具，拿来当做作业台使用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意识到在腰部高度进行作业，作业效率就会显著提升，这也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方法，强烈推荐大家尝试。接下来介绍第7个方法，正因为是未使用品，所以才要丢弃。很多人在想丢弃东西时，常会因为买时的价格或感情而舍不得丢弃。对于这种人，有一个很好的练习方法，先把所有便利店或超市免费赠送的未使用一次性筷子、一次性勺子等全部丢掉。买遍当时便利店给的筷子，虽然没用过，却会不断堆积起来。用过一次的话，毫不犹豫就能扔掉。但未使用品往往会觉得可惜，舍不得扔。但本质上，不管是用过还是未使用的，这些东西的价值都是一样的。反而，这些囤积的库存品对生活会产生负面影响，值得大家去意识到。这里说个有点恶心的事实，未使用的一次性筷子是木头制成的，极易成为虫子产卵的场所。所以，把丢弃未使用品作为断舍离的开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能理解觉得未使用品丢掉有些可惜的心情，但请再想想，为什么它们一直放着没用？大家真正需要的东西，其实是那些已经使用过且经常使用的东西。第8个方法是，将泡泡膜、气泡垫和盘子一起丢弃。购物时附带的泡泡膜，或在百货公司买东西时拿到的纸袋，这些东西也是免费领取的典型代表。就像之前提到的便利店筷子一样，既然是免费的，丢掉也不会吃亏。但很多人会抱着说不定还能再用的心态，把这些没用的东西留着。然而，如果你家里堆满了泡泡膜和纸袋，这正说明你几乎没有机会再利用它们。因此，非常建议大家一次性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人觉得舍不得丢掉这些泡泡膜和纸袋，对此，建议大家把这些泡泡膜和纸袋用来辅助断舍离。比如用泡泡膜包裹易碎的盘子再丢掉。盘子属于易碎物，想扔掉其实不容易，丢弃时要小心避免垃圾收集员受伤。如果用家里堆积的泡泡膜把盘子包起来，就可以直接扔进垃圾袋里。这不仅大大提升了处理易碎物的效率，也顺便处理了多余的泡泡膜，是非常高效的方法。同时，搭配使用免费获得的环保袋或塑料袋，效果更佳。如今，塑料袋已经收费，很多人还保存着过去免费领取的塑料袋，导致袋子越积越多。这些塑料袋和泡泡膜一样，使用机会很少，越积越多。虽然收费后有人觉得扔掉这些袋子很可惜，但还是建议和泡泡膜及盘子一起处理掉。用泡泡膜包盘子后，不用费时间用胶带固定，直接放进塑料袋就行，这样泡泡膜不会脱落。如果再把不用的浴巾、针织衫、旧衣服一起放进去，也能降低盘子破裂的风险，更安全地进行断舍离。所以，一旦产生了易碎物垃圾，就把它们当作丢弃泡泡膜的好机会。鼓励大家大胆和泡泡膜一起丢掉。用泡泡膜丢弃东西，也能感觉到物品发挥了作用，更容易下决心丢掉。接下来第9个方法，先从房间的角落开始动手整理。当房间太乱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时，最简单最快的地方就是从角落下手。比如，把角落堆积的纸箱或待处理的文件一次性处理掉。角落清理完后，把地板角落彻底擦干净。如果是地毯，要好好吸尘。这样一来，房间的角落就像新房一样干净，能极大提升做整理的积极性。哪怕只清理了房间的一小部分，也能增强自我效能感，让自己觉得只要认真清理，就能断舍离成功。这种能看到自己努力成果的体验，对于持续断舍离非常重要。所以，
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朋友，先从房间角落开始吧。下一步建议清理厕所、玄关等狭小空间。整理就像学习一样，要循序渐进，逐步提升。不建议一开始就挑战难度较高的客厅，先从简单地方开始慢慢推进。第10个丢弃秘诀，不管是否丢弃，先停止思考，直接把东西往垃圾袋里放。有没有遇到过衣服散落满地，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的情况？这种情况下，推荐先暂时停止思考，直接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垃圾袋。当然，这只是暂时的，不是说全部都丢弃。重点是先动手，把地上的东西都收进垃圾袋，先培养动手丢弃的习惯。这么做的话，不用花脑子，10分钟内就能完成。然后先把垃圾袋放一边，先把裸露出来的地板彻底清扫干净，最好用拖把擦得闪闪发亮。这样，你久违地看到了自己家的地板，再看看那个装满东西的垃圾袋，那些都是刚才还散落地上的。你会想，既然地板这么干净，真的还想再把东西从垃圾袋拿出来吗？如果把垃圾袋丢掉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其实，当你看到那个垃圾袋，原本舍不得丢的想法就会转变为全部丢掉吧。这是一种神奇的心理状态，只要东西放进垃圾袋，它们就会被当作垃圾看待。这样一来，断舍离的开关就被打开了，你能不断丢弃东西。所以，当东西太多无从下手时，先不思考，直接把所有东西放进透明垃圾袋吧。毕竟，散落在地上的东西，是你不太在乎的东西。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不会随便放在地上的，不会有人把钞票随意扔在地上。真正重要的东西，都会好好放在钱包里。东西放地上，就说明它的价值也就是那么一点。所以，趁早停止思考，赶紧把这些东西装进垃圾袋丢掉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今天介绍的这些舍弃的技巧，不仅能让我们的生活空间更清爽，也能带来心理上的轻松与自由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